大哥，说，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夜不归宿，肯定没干什么正经事。还轮到你们两个管我啊？我是你大哥，亏我昨天晚上这么忙，还想着给你们带点好东西呢。岭南荔枝，荔枝，别以为有这些珍贵知识就可以贿赂我们了。我也第一次见，太好吃了。你们不要，那我就给爹了。不行，荔枝上火，爹不宜吃。我就说嘛，那个姓赵的不懂事儿，看把我们七娘子给气的。你什么时候见过我为一个男人生气了？那昨晚，柱子和他……你说过要帮我查出冒药的真凶，你准备怎么做呀？你进来呀！不了，不是太方便，我站在这里说话就可以。你说什么？我听不见。我说，既是凶案，官府必定会介入。我在开封府也认识一些人，我来帮你打听打听。官府那边我早就打点过了，但我不信任他们，那些徇私枉法的家伙只会随便搪塞几个替死鬼给我。张七娘子，我可以提醒一下，有没有可能是仇人所为？说的不是妖魔鬼怪哈，人。人可比妖怪更可怕呀，人心诡谲，凶险难测呀。倒是赵先生和冒妖案前后脚出现，怕不是我仇家派来的吧？我呀，我怎么可能是你仇家派来的？我呀，简单，就是图这份差事有油水才来的。如此说来，先生只是为得酬劳。当然，那赏金是多少呀？那门口的告示里不是都写了吗？你出去一看就知道。看来赵先生的嘴还是不太诚实嘛。那我就好奇了。说实话，我还没想好。我那……你好好想个理由。尝尝这个，岭南的荔枝。你干什么去啊？我去就来。那我出去等。给娘子来一个，老爹来一个，这会儿，等你。对呀，小玉儿，一看就是皇家的器物啊。先生还认得这个呀？眼界可不是一介小民能有的。张七娘子过奖了，我也是在画像上看见过。以后你叫我七娘可好？我唤你一声赵大哥，不唐突吧？都可以。你想好图我什么了吗？我方才一直在吃岭南荔枝，还没想呢。今日天色已晚，我呢就先回去了。改天我想到再告诉你，因为我出来时间长了，怕家里人骂我娘子管得太严了。你成亲了？嗯，还是个惧内的。哎，不能这么理解。我俩啊，两情相悦，时间长了以后由爱成畏罢了。对，那就此告辞。我要是不让你走呢，你越是不图我什么，我就越对你有兴趣。从小便有人教我，遇见自己喜欢的器物，管他是谁，贴上黄蜂，便可独占。那后来呢？关你什么事儿啊？七娘子可要小心啊！这个赵不友跟之前的那些不一样。行了行了，让你加强府中护卫，找着人了吗？又找了2位高手，已在前厅等候多时了。你干嘛呢？找张七娘。张七娘是你想找就能找的，我看你是疯了吧？走，赶紧走！有人闯府！你还找张七娘了，都是疯子吗？请问这位娘子，刚才是谁闯府啊？我啊。娘子说笑了，就是他，快把他拦住啊！找张七娘，问几个问题。张府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七娘子也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正好你们2个露2手吧。得嘞，就他这。
我是张府的护院，你若再往前走，我可就要对你不客气了。你打算怎么对我不客气？我可空着手呢。这么貌美的小娘子，我怎么舍得下重手？要不要我把刀借给你？不行，不是你把刀送我的，还回来。随便怎么送人刀，看起来不是好刀。既然你有兵器，那我也用一下我的兵器。你这是什么兵器？不认识啊？这是山药。这可不是普通的山药。得罪了。如果是刀剑，现在你已经断气了。我说，之前只觉得这位姐姐长相俏丽，办事果决，没想到身手也这么漂亮。那大哥，你管冒妖案吗？我管他干嘛呀？那你昨天去凑捉妖热闹是为什么？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去抓冒妖了？我看见了，我也看见了。嫂子也看见了。那你们俩为什么不叫上我呀？那人家那手一勾，你一呲溜就上去了。你上去干什么了？是这样的，你们俩都想住南房，大哥想挣点赏金，这个大的宅子有2间南房，给你们俩一人1间。去张新娘的马车上挣赏金。大哥，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这么做，我们瞧不起你。你们两个白眼狼，走吧，忙你们的去。采用上好的益母草为原料，再加入749种草药，用蜂蜜调制而成。用完以后，皮肤透亮润泽。姐姐试试便知。别家款待客人只是上些茶果点心，张府的款待果然别具一格啊。别家上门拜访，也就是拎着瓜果点心，不像姐姐，拿着山药就打进来了。姐姐来的别出心裁，我这接待的也不能落了俗套，不是？那姐姐今天来这儿是想问关于赵大哥的问题？姐姐尽管问。昨夜我夫君找你，是为何事？大半夜的，一个男人找一个女人，能够发生的事儿可多了去了。啊，对了。你尝尝这个，赵大哥最喜欢的。他说冰镇的最好。赵不由的为人我清楚得很，就算他有贼心也没贼胆。况且赵不由这样的男人，张七娘可不稀罕。那像姐姐这样的女人嫁给了他，是看上他什么了呢？我自己的夫君，我自然有心仪的理由，不需要旁人评价。别浪费时间了，找他为何事跟我说吧。冒妖案。昨夜，赵大哥主动提出要帮我查这个案子。姐姐有颜有才，却只能拘泥于家务琐事中，看着手就知道，家里的那些粗活累活一件没少干吧。倒是赵大哥，昨夜帮我包荔枝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那手倒是挺细的。唉，是啊，平日里舍不得赵不由干活，他那双手啊。也就留着给我洗洗脚。哦，昨日多了一个差事，给你剥荔枝。好，哎，赵家大郎来见。来，顾先生，哎，这么晚还没回家？我这不是就在家里面吗？哦，您平时住在这里面？东京的日子太舒服了，住得再好一点，我怕活成他们的同类。我想跟您打听个人。谁？张七娘，您知道吧？知道。你觉得她跟冒妖案有没有关系？张七娘，洋楼街冒妖案有啊。你怎么看？我就觉得这个女人啊，你说年纪轻轻这么厚的身家，你说她背后是谁呀？在东京城能做地产生意，又这么年轻，那背后不定有哪位神仙保着呢？出去找女人了？没有，我去见张七娘了。我奉劝你，别找死。她有那么厉害吗？2年前，我们开封府有一个案子，一个年轻俊美的教习去了他府中，教他习书画。没多久，
人就失踪了。他们家里人后来提告，没过多久，家里人也失踪了。这案子最后不了了之。就是因为这事儿大，咱才不能得罪张家呀。咱不跟张新娘作对，咱能不能跟案子作对啊？张家想让冒用案早了事儿，咱是开封府，咱得让每一个案子都清清楚楚。你要这么说，了然，我知道怎么办了。赵北要去找武家，你帮帮他。不用他，我自己就行。好，我配合他查这个案子。昨天半夜我又重新排了一版，也把苦灰改成了苦土，不过仅此一章。我看看，我还是头一回看到，果然是好朋友给你写的。你那掌柜的如此苛刻，他会不会？那我就理直气壮的把你给他做的牌子机器搬走。所以我们今天去哪儿？接着查。你干嘛穿成这样啊？姚和兄弟平日就风神俊朗，偶尔打扮一下，也让人眼前一亮啊。咱们不是说好重验尸体？你穿成这样怎么干活？对呀，没问题啊！你看我这，没问题，真的跟平常一样。哦，我昨儿啊发现了我爹的五座手札，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上面的理论有的是可以用的。你看，比如说是这个，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伸手。快活去啊！若武祥是被吊起以后才断气的话，那他的尸斑应该处于上下肢的远端。不对，他的尸斑没有集中在上下肢的远端。姚和，你快帮我个忙，把它掀开来一下。你看，他的尸斑集中在四肢及后背的后侧。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武祥死的时候应该处于仰卧位。仰卧位啊，那说明武祥他被吊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是这样。你们两个还好吗？啊，他最近搬到哪儿去住了？回万腿寺。案发后，我和三妹便在从事店暂住。就这？有。介绍一下。嗯，二位是死者的弟弟妹妹。这位我们开封府请来帮忙断案的赵宗室。节哀。猫要不出，我大哥不能瞑目。放心，我在开封府这么多年，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是吧？啊，没有天无缝的腰板，只有露出破绽的凶手。说得好。这个地方是被人进来动过吗？对，昨天晚上进来一伙人，那也不是偷东西。武大的尸体不是被猫妖吸到半空的，是被绳子悬吊着的。这个案子绝对是人为的，是有人用冒妖这件事情达到什么目的？赵表，这没什么问题吧？哦，这里没什么问题，我们看看别处。武香娘子，请问平日你们如何居住？一楼这里是我房间，楼梯上去2间是大哥和二哥住的。你的房子我可以去看看吗？你平日就在这里梳妆？是。比我们家妹妹的那个整洁多了。上面那些东西也是你的吧？嗯。这漆白粉是你的？啊，但这个平时我基本不用的。这是手膏吧？可以到2楼去看看吗？赵先生，我腿不方便，二哥你带他们上去吧。好，二位这边请。
最里面那些是我大哥的。这武祥看着五大三粗的，屋子倒是挺干净利索。案发以后，这个屋子有人进来动过吗？案发之后，我们便没有进来过。如果他死的时候是躺着的，那就更加说明根本没有什么冒妖吸魂之手，他是死于别的原因。死于别的原因，那会是什么原因呢？跟我们也一样啊，没有中毒，伤我们也查了，只有头部有那些不致死的皮外伤。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都说尸体会说话，尸体会说话，查不出来呀。陆大哥，你能不能告诉我？老何，你看，他的右眼为什么这么红啊？一般来说，如果右边脑袋受到致命的打击，右眼会充血。你昨天不是摸过了吗？昨天摸的可能不够仔细，手套会影响触觉，我再摸一遍。摸到了。这个是你哥？不是，那是韩信。韩信？哼，供个韩信，干什么？沿袭兵法。你们武家事儿大了啊！供韩信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韩信是刘邦的左膀右臂，但不知道的是，韩信有楚归汉。啊！你们供着韩信，偷学兵法，准备谋反，你们是不是别国安插在我大宋的细作？万岁司，未必。当年韩信带兵的时候，为了缓解军中的紧张气氛，发明一些赌博之术，所以后来民间喜欢发财的人也会拜他。这不可能，我就没听说过。后面写什么？保佑发财。你再看这香炉。不是供的是什么呀？不是，这还有供韩信保佑发财的。你知道你大哥上面写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吗？我不清楚。万岁司，这个我想拿去调查调查。看，你带我去别处看看。是。还供韩信？武祥的干净应该是个假象。他的衣柜里面是乱七八糟的，所以房间应该是被人刻意的清洁过，想抹掉什么线索。另外，他的房间里面少了一样东西，你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油灯。我身上没有油灯，原本应该有的。桌面上有圈油渍，是放油灯的地方。我这个人从来不相信什么冒妖能杀人，所有的事情应该都是人为的。妹妹来了。哎，回来！你看你，别吓唬人家。你们来干什么？我们刚验完武祥的尸体，发现点新线索。顾巡使让我们来跟你们禀报一声。我们，他们几个也去了。你们怎么不听劝呢？啊，不是说了不让你们查我吗？你不是也掺和进来了吗？这上梁不正。我问你就别问我。当街训妹妹好吧，对孩子态度好点。查找什么了？你说。哦，武祥的头骨右侧有一道破裂凹陷，右眼充血，应该是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的。钝油灯，只是猜测，得再继续看看。我跟他们说两句。回来。你们几个昨天夜里是不是进去这个命案现场了？啊？我们4个一起去的。告诉你们啊，里面被破坏了，万推司现在正在找是谁进去的，该回去。大哥，我们想帮忙。帮什么忙？行了，回去。爸儿，你方才亲手碰血尸，真的是令人钦佩。我在想，你有什么感受吗？我想下篇小报的文章，写个女仵作。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当一名仵作呢。那叔叔感受一下，你尝尝这个新口味。爸儿，验尸它本来就不是个易事儿。你看我爹，老江湖了，他有时候还栽跟头呢。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我都经历过这些。唉，你说我到底应该做什么呢？我想去医馆，却被辞退了。我被拉去当仵作，还疏忽了这么重要的细节。那个头滚呢，我怎么就没摸出来呢？耽误大家。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啊！这案子它本来就很诡异，更何况要不是你在的话，我们现在一点进展都没有。怎么会呢？还有你啊！但我离不开你。为什么？因为我胆小。啊，确实。咋了？哎，他俩人呢？那来一份吧。丁家，我不买冰，我想买吃冰的小史。各位看官，今日相扑场女斩争魁首，闵梦奔何赛阳大战极旋风黑四姐。今天的小姐光人们，3文5文的躺着好彩头啊！来来来，黑四姐究竟是力更强还是技更高？各位看官请好。小哥，哎，请问上面那2位是谁啊？那个灰裤子叫黑四姐，那个蓝裤子，哎呀，陈大姐！我那朋友跟我说啊，押宝的话押到黑四姐身上，对吗？谁说的？武祥。武家大郎对吧？哎，好，他我们这常客，他这人脉，哎，没事，挺好。掌柜啊，我想问一下，黑四姐的赛期是什么时候？黑四姐3月初2、初8、11。还有掌柜，您帮我看看，赛期都是上面这些日子吗？好，对，就是这些。太好了，下马要不要下注？我下一期，多谢。何让牛，黑四姐。你有事儿让家丁找我就行了，还亲自来一趟。你紧张啊？没有。你既然答应帮我查冒妖案，就想着来看看你有没有偷懒，顺便聊聊武家那案子。哎，那个8字都没有一撇，有消息我告诉你。我可不这么觉得。赵大哥接下来去哪儿查啊？一起？我自己都不要去呢，还没定呢，我自己去。我想你不会想在这里难堪吧？行，哎，走。行，打开看看，有没有夹带东西啊？你们几个看起来面生啊？新来的。哎，赶紧走吧，怎么回事啊？赶紧收起来。这么多，咱们要找什么呀？找9日之前，也就是5月初10日离开京畿的人员名单。这么多，这怎么找？分开找。乔代，你那边？哎，我呢？你随便吧。什么叫我随便呀？哎。你又不识字儿，你闭嘴！我不识字儿怎么了？不识字儿怎么了？你随便，好吧？找到了。你说的那天，一共离京10个人。山南道扬州去了4个。冰扛进去，
这里发现了可疑之物。这里并没有做改建的安排。康将军，四下查过了，没有人。去兵机库再查查看，那里有一次大意。是。公子，咱为啥要查羽林军的出京记录啊？那几个羽林军出宫的第2日，扬州刺史陈珠良就被强行镇杀了。从长安到扬州，快马加鞭，半日可至。那4个人就是假传旨意的凶手，被灭口了。矫诏是兴师问罪的由头，从居士楼开始，所有人的死都跟封印有关。这羽林军可是皇家的兵啊，谁呀胆子这么大，连羽林军都敢杀？查吧。海兽不到纹，记住它的样子，分开找一找，看一看能不能找到相似的物件。那我去那边。我那边。老板，这上面是画的个海兽吗？是。哎，他从哪儿来的？你能给我讲讲他的来历吗？ Bu beşten gel. Bu güzel Kaşgar'dan, Irak okyanlardan, Irak yerlerden. Beşten gel. 好，停，你不用再说了。当我没人。欢迎。Yaman qizib ketdi bozor. Uzoq olgan mo'shni qizmi bilan. Bozorda bari bor ekan mo'sh. Ol deysin bor, len deysin bor. 哎，朋友，你是栓家军？我，这是栓家军皮道上特有的装饰。当年太宗皇帝打败薛延陀汗国，栓家军可是立了大功，这个城市春通大造。 现在可是难得之物，恐怕只有大将康怀文的部署才配得起。康怀恩，这名字我听过。他是个叛将，对吗？是呢，没有眼光，就连我们求死人都知道太宗皇帝必胜。他却投靠了薛延陀部。哎，你这个东西卖不卖？ 我可以给你这个书。哎呀，少喝点吧，啊，喝口水。你说这个天火桩桩件件都跟皇后有关，实际上大家都在说啊。 凡是支持皇后的，都会遭到天谴和天火所烧。你说这是真是假呀？都是政敌作乱。这案子看似简单，其实疑点重重。就比如说这个，跟当年远征薛延陀汗国的玄甲军康怀恩旧部有何关系？ 哎，我说，要不然咱写牛字了，别写马了，羊也行。不是，这马字儿太难写了。你说你何苦了？你是。
你就直接告诉公司你不识字不就得了？我告诉谁都行，我不能告诉他。我警告你啊，你也不许说。塞面子活受罪。你说你这写了一上午了，你这个还凑合。哎，你这纸哪儿来的？咋了？我按奴库里顺手拿的。你不是不识字吗？你怎么会拿这个？这多好看啊！我留个念想。欧子，我没有重大发现。意外收获，康之仪的案牍。这哪来的？蓉妹她，我就料定你会需要，所以我特意找他。康怀恩是康之仪的父亲。残舍的人是康之仪杀的，居水楼呢？那晚，我确实在平冈坊见过他的马。那不对啊，这康之仪是皇后的人，他怎么会做对皇后不利的事儿呢？也许是有人要他这么做。当年，姨父因叛乱被处以极刑，而后因人作保，家属得以活命。再后来，他又因人保荐而得以入宫，为长孙卿行走羽林军校尉。康之仪，长孙卿。看见什么了？没什么，只要你还有一点。卫士，怀英，找我何事？我已查明真相了。是谁？是皇后的护卫康之仪，是他投到了凤印，制作矫诏，命羽林军强行镇杀陈忠良，然后又纵火烧死了长印公于雅欣以及那4个假传旨意的羽林军。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康之仪自皇后进宫开始，就一直在她身边做护卫，深得皇后信任。按说凤印失踪，怎么都不该怀疑到他。可我却查到，康怀恩是康之仪的父亲，当年将康氏一族保下，免于诛灭九族的人是长孙卿。永徽元年，先皇驾崩，康之仪回到长安，做保让他进入金吾卫的人也是长孙卿。所以你怀疑是长孙指使他的？长孙卿是皇后最大的政敌，他有理由栽赃皇后。居水楼案发当晚，康之仪就在平康坊密会长孙卿。2位可是长孙太尉的宾客，今日报城，恕不接待。所以，时间、地点、动机，他康之仪都有，一定是他。那你打算如何？上报刑部、大理寺，要求3司会审，为皇后证明。就凭你的这些证言，大理寺是不会理会。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长孙卿已经联合司空徐元，还有左仆射孙志宁一同上书晋上。废后，这是早晚的事情。但皇后也有许敬宗等一干臣子力保啊，他们倒是可以斗一斗。不过，长孙卿是3朝元老，顾命大臣皇亲国戚，大唐勋贵势力的最高首领。
当武派大数人为他马首是瞻，他就像是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你砍不动的。大树参天，可若是从内部窥探，只要找到合适的时机，一样可以将其砍倒。你让我想起了狄志勋，你父亲和我师出同门，颇有些交情。怀英，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再查了。万年县令和刑部那边，我会尽全力去斡旋。再查下去，不光是你，洪亮，还有那一对跟班的兄妹，都会受到牵连。皇宫里的争斗，远比你我想象的要焦灼。怀英，一切都是运数，你斗不过的。小优，停！演几次真不错。是啊。拜见长孙太尉。反对皇后的人太多了，且都位居高位。长安城不是你我的，是他们的。公子，你今天咋这么好的兴致啊？啊，还跟我喝起酒来了？是不是案子快清了？啥叫清呢？公子，我查了半天，啥也没查着，但是我在那个烧焦的树干里找到个这东西。你说这是干啥的？难道跟那个树着火有关？啥也不是。老肉，你也来了长安这么久，怎么样？
还喜欢长安吗？咋突然想起问我这个了？长安跟我想的一样。哎，不对，也不太一样。哎，咱就说啊，你只要有钱，在这儿你就不愁吃喝玩乐。但你要是没钱，你就啥也不是。人呢穿的漂亮，说话也漂亮，可这做事儿吧，好像又没那么漂亮。你想，咱们仨在大漠上的时候，3个人3匹马，放眼望去啥也没有，但我就很开心啊。可是这长安的街上来来往往那么多人，我又总觉得这心里空落落的。这就是长安，就跟这个狗屁案子一样，全是权力争斗，哪有什么精怪呀？都是托词，真相哪有什么真相？哪有什么情感？无非是心被蒙蔽之后的感知。没有真相，只有红薯。你喝醉了，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已经过去5天时间了，你还有1半的时间，你还有时间在这伤春悲秋，说这些莫名其妙谁也听不懂的话。当初就不该由着你的性子，让你去查曲水楼的案子，现在可好，你查到长孙清头上了。我问你，如果大学士求来的人不能保你，你该如何？你想过吗？不能帮我，就算了呗。这案子就到此为止了。你们俩要是不喜欢长安了，就走吧，随时。一句话，我俩去把那长孙绑了。你俩要是想走，我给你们筹路费。这公子遇着麻烦了，我们能走吗？阿兄，这把咱当啥人了？这是，人家不愿意留我们，我们走。你说啥呢？你也喝多了。马蓉，你站住！马蓉，你真准备走啊？狄仁杰惹上大麻烦了。那更不能走了。我太知道他了，就算我们现在继续跟他纠缠下去，他多1个字儿都不会说的。总之，咱们先暗中观察，要做及时雨，他才能更知道咱们的好。走吧。哎，萧劲呐，出去被抓了。带你去个好地方。啊？我可没带钱啊！我说。你信命吗？如果我没有把马蓉乔带带回来，那天就不会碰上何大金。要是没碰上何大金，我也就不会去科考。那天考完之后，我们去了平冈当。平冈当那么多酒肆妓馆，我偏偏就选了曲水楼。
现在不得不想啊，也许这就是我的命吧。你还记得父亲吗？我现在除了渭水河上那一幕，别的都想不起来了。他跟你一样，都是喜欢跟命运抗争的人。还有5天，放手一搏吧。父亲，怀英，去吧，你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去帮我找到他，找到真相。会出现在这里，我们根据这么个事啊，我是啊，这是长孙的，大婶，长孙的，这是怎么回事啊？是吗？什么啊？哎呦，让开！让开！太尉，要顾及身体呀！还请太尉上马。今日祭祀国拜完毕，你便一言不发，就这样一路负重而行，让我们于心何忍呐？是啊，太尉，您不要再走了。这皇后无事失德，致使上天震怒，殃及长安百姓。这与您何干呐？与我何干？这天火伤及我长安百姓甚重，我作为一国之太尉，你说与我何干？天制有序，有序有理，长幼尊卑，我以为这是天地伦常，可我面对破坏伦常之政令，没有权力阻拦；面对破坏秩序之人，没有权力绞杀，这才惹怒了天意，招来天谴。我长孙卿对不起这天下百姓，我有罪！太尉，方才见我大唐国百依旧枝叶茂盛，我深感愧对高祖太宗2位先帝所托。今日我要将这国百枝叶交与金上，并督促他严惩忤逆之人。明日我入青龙寺闭关1月，护佑国百，捐2万贯香烛，日夜长明，为我大唐子民祈福，消除天火，永享太平。没用的，天火还会再降临的。火为离卦，主卦、克卦皆是5，说明天火至少会有5次。
那下次天火什么时候来啊？火为至阳，为日相所吸引，3日必生变。自上一次天火烧毁了残舍之后，已经过去了12个时辰，也就是说，2日之后，天火必将降临。那这次会落在哪儿啊？是不是还跟皇后有关啊？当然，天火第一次烧掉的是皇后最喜爱的梧桐树，第2次，天火引燃了皇后嘉奖过的祭班，第3次，天火烧掉的是替他养蚕的农人。那么下一次，魏氏现在奉皇后之命，在贞观氏族制的基础上，编写姓氏录。皇后的私家被列为第1等，长孙太尉，这恐怕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姓氏录，这是皇后近年来最大的政举，天下的秩序必然重置。若天火讨厌天下皆心，那么他便会冲此而来。多少人？对呀，是啊。若是天火不再作怪，如何？那就说明根本就没有天火，一切皆是人为，皆是为了嫁祸给皇后罢了。谁这么大胆？你敢说实话呀？这是啊，对呀，这家伙是啊，谁有这么大的胆妄对我干？而且谁有这个？此子是谁啊？狄之训之子，狄仁杰。是啊，对呀，谁有这么大的胆妄对我干？一会儿出发之后啊，你们都听我指挥，我们统一行动。我们出去以后，不要都走一条路，啊，我们分头行动。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奔兰陵坊，明白吗？明白了。为师赎罪。你何罪之有？我故意激怒长孙卿，让您和学子们陷入险境，就是要让他康之意主动出击，露出马脚，这样我才有可能人赃俱获，揭露他们的阴谋。你留一座空宅做诱饵，他怎么可能看不出这是激将之法？已经杀了那么多人了，若是不能够彻底扳倒黄河，便是功亏一篑。我赌他们会铤而走险的。你想让他们去兰陵坊？是。据我所知，狄宅就在兰陵坊。没有人还会记得一个戴罪之人。在遗忘的地方最安全。我会亲自护您前往的。我不想去了。我留下来。为师，我也过了知天命之年，生死我也不放在心上。我想留下来亲眼看一看天火。这太冒险了，为师。怀英，不要再劝说了。人呐，
终究是逃不出命运的。如果能有一次机会见识一下操纵命运者的真容，值了。